这个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接到电话哦，然后他就说，喂喂喂，就声音就这样哦，喂喂喂喂喂，请问那个先生，那个你591那个有在出租吗？我说哦，对对对对，啊，你看的是哪一间？因为591不止租一个哦。他说哦，我看的是那个叉叉叉，他哪一间哦？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那你是想要看房子吗？哦，然后他就说哦，那请问租出去了没有？哦，那还没有租出去的话，我可不可以去看？那如果我去看的话，你可不可以配合我一个时间什么？我还在讲哦，我在讲我的，请问您呢？然后他就自顾自的讲他的东西，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不给插嘴。我就说哦，那你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好，怪人就怪出来了哦。他怎么样？他就说我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哦？哦，那我要想一下哦。好，那我想一下哦，我礼拜二要去哪边哪边要去，他就在讲他的事情哦，然后应该会弄一整天。我礼拜三早上要去哪里，然后怎样怎样哦，那我礼拜三下午晚上我不知道回不回来，我礼拜四我就觉得很诡异。你一般你在跟人家沟通，你不会这样嘛？就是哪天你想一想，你就要讲了，然后他在那边慢慢数，然后也不听我讲话，就是数他的行程。我就说哦，那我们时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配合，不好意思，拜拜，我就把它挂了，就这样。怪人的信号哦，我个人认为是明显的哦，就是明显的。租金多赚不踩雷，3大筛选心法，跟你讲怎么找到好租客哦，远离烂房客。先说结论，3种租客不要租。第一，龟毛哦，说自己有洁癖的哦。第二，提不出工作证明的。第三，话都讲不清楚的。我们不是歧视哦，而是先保护好自己。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该怎么挑选好出租的物件，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怎么挑到好租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租客这件事哦。那这是你们夫妻第一间出租的房子，所以你可能对挑租客是很陌生的。这都没关系，我尽量把它讲清楚。先说一下哦，你在出租之前应该要准备什么？我讲是你自己要出租哦，如果你找什么包租租代管、代租代管中介，那就没你的事了哦。除了刊登591之外，你还应该要准备出租的合约哦。那合约的部分，政府有提供定型化契约范本，在内政部哦，你就 Google 住宅租赁契约范本哦，然后找行政院的版本就好了哦。那这个是最安全的版本，政府也认。如果你很懒的话，超商不是有，书局不是有哦，那个什么房屋租赁契约范本哦，那个是简易版的，一份应该蛮便宜的吧，20-25块哦。但我会比较推荐你去下载行政院的版本来做微调哦，调就调你想要的地方，针对你想要增加的地方，例如说你这个房子添购了什么家具家电哦，你可以把品牌名称、尺寸、型号都写上去。如果之后有问题，那房客要赔就是照这个型号赔，不要说你一个65寸的大电视，然后坏了，然后叫租客赔，租客赔你一个43寸，他说他有赔，那大家再挥哦，就这样哈。这件事情我会做，所以我也建议你出租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做哦。好，那最后回到我之前说那个，我出租喜欢用 IKEA 嘛，那除了比较美，然后没比较贵以外，还安全，就它这种跨国大厂不会有甲醛，还有就是说日后起纠纷，他就赔 IKEA 同样型号就对了，弄免整，他不会想说房东叫我赔这个这个烂东西，路边二手家具买的，然后要赔他好的哦，弄免整那个 IKEA 的型号写的好好的。好，那我之前真的是有听过哦，那他本来买的是 Sony 的电视，退租的时候还给他的哦，变成一个杂牌的电视，就那个租客把它拿去卖，然后拿一个便宜的回来给他，你知道哦，很瞎啊。所以我会建议你合约能写多清楚就写多清楚。我们大家就是来个先小人后君子，总比后面大家那边扯来扯去、挥来挥去，打官司什么还要好。那然后你要知道，想办法拉高租金哦，接下来这个就是关键哦。我这个流派会建议你想办法去拉高租金，不是说什么要当黑心房东，故意去租比较贵，而是你就真的用比较好的家具，然后把房子整理跟化妆一下啊。例如说，你一面墙刷跳色啊，或者刷圆弧形、半圆弧形，不要说就是
门一打开又是一个学生套房这样哦，然后木地板铺一下，那个木地板看你要怎么处理啦，不是什么大家讲 SPC 吗？那你也可以是，我最近有发现那个，当然名字很多，然后一讲又有人要骂啊，那东西什么，但我在用，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免胶地板哦，它也算有厚度，然后它不用拼贴，反正它会放着，然后胶锤敲紧，大概是这样。我看也很 OK 啊，然后它汰换跟清理很方便哦，那就直接把它吸起来啊就好了哦，脏一块换一块就好了，比那个 SPC 哦坏了好像很麻烦这样。那你墙上挂个艺术画啊、盆栽之类的，反正就是这是有范本哦，你就让这间房子哦看起来很像 IKEA 哦，越像越好哦。那全屋家具哈，那你不想烦恼的，你就去搞 IKEA 这样你就可以把房子弄得美美的，房租就能收得贵很多。这不是说你故意要去贵人家，而是说现在这个我也讲了嘛，大家就是三妈臭臭锅一个人130不想吃哦，然后那个单人1000多块的那个日式吃到饱排队，就这样嘛，大家有钱哦，然后都想要花在好东西上，你是提供这个选项给他。那我为什么要选 IKEA？啊，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再讲。好，那我们取得一个效果，你价钱拉高之后取得一个效果，就是筛选租客哦，筛选租客。我们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的，我们也不想要8+9来糟蹋哦。那8+9他也不会想要住哦。那付得起你房租的人哦，都怎样？比较有经济实力，素质也高，至少都是个小主管之类的哦。他不会，你就不用担心他们跟你不下面待机。那最后你要知道，你还是要亲自把关。那我也不建议你去找什么包租代管啊，或是直接让房仲去帮你找房客。你现在才一间房子，又是整间出租，又瞄准家庭租客，这个带看不会很多次哦。建议你是练经验，把这个技能练起来哦。那筛选租客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需要学习哦。我现在口述给你听，你可能也不好理解，但是到时候你遇到你就知道，你要很明显哦，那你就心里的警钟雷声就响起来，你想我靠。这就是阿元讲说不 OK 的租客啊，哇，怎么那么典型教科书范本哦？那你就是先拒绝他哦。来，不要接着租客哦。这3种，来，第一种龟毛，说自己有洁癖的哦，这种就是会跟你说啊，他希望你全屋粉刷家具新的，然后讲几句话强调他有洁癖，这比较难判断哦，因为有洁癖的人是会爱惜房子没有错。那你租给他，他退租的时候还你，跟妈没人住过一样。哎，我遇过这种租客，我吓一跳。干嘛要弄成这样？我真的是吓了好大。他们还要养狗哦，这个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反正就啊，讲到就讲，然后保险也不知道要，反正就随便租的。那时候经验也不足，那就租了。后来真的是有点提心吊胆。那他们退租给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怕被扣押金，很怕哦。他不是说来跟我挥押金，他是很怕被扣押金。然后有打电话问我，我说，诶，那个你们就打扫干净就好，好，就这样。后来我去验收的时候，哇靠，我的房子怎么被保护的那么好啊？啊，你们真的有住吗？啊，你们真的有去使用我的房子吗？他说有，我们想办法扫得干净一点啊，可不可以不要扣押金？可不可以不要扣押金？这样当然就不扣了，怎么那么夸张？对啊，这种租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我也只遇过那一次，后来就没有了。还有那个我给他的时候好好的，然后退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房东这个要跟你讲，我说怎样？他说你看我这个房间门有挂那个窗帘，我说对啊，哦啊怎样？他说这里后面是一个洞，我说啊什么洞？他说这里之前有招小偷，那个小偷哈从后阳台这样爬进来，哦爬进来以后他不知道怎么用的，把这边弄破，哦那我也没跟你讲啊，我就拿个窗帘给他贴起来啊。不过这个事情我要跟你反，我靠，你总是退租的时候才来跟我反应，你要一开始就跟我反应呢，害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哦。然后我就掀起来看，我靠。真的是这样好像是利器劈砍出来的那类哦。我想说他贴窗帘的位置怎么奇怪哦，是要去遮那个洞，心真大，我靠都不跟我讲，然后继续住，这是怎样？然后有洁癖的人哦，我们回到题目哈，有洁癖的人我不太会形容，就是他会嫌东嫌西哦，三不五时跟你抱怨东抱怨西，然后你会搞得很烦，这样那个又没有办法很快处理。比方说他的那个厕所外面的墙根哦，出现了一点那个我们讲的碰皮啦，就是油漆都鼓起来，那里面就潮湿嘛，就这样，他就打给你了哦。但如果这种东西我也不是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对，而说这种东西如果出现在什么大学生租户，然后一般的家庭，他们都没差的事情，他看到这个他就要联系你，就让你处理。那如果你不会判断的话，就是看这个人进房子以后张嘴就没停过，那你听到也是负面的话啊，这个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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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这个可以怎样怎样的之类的嘛，那你就不要租给他哦，因为你会很高几率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第二种提不出工作证明的哦，我会建议你跟对方要名片哦。那如果对方说自己是上班族拿不出名片，你的警报就要响了哦。那如果他拿出了名片，你自己看见根没啊？嘿，八大的哦，或是一些做资隆的，他们好听都要资隆啊，就是放款的哦。那你就先不要哦。你的房子租给八大哦，你是想要怎么样哦？那在第三种话都讲不清楚，这个要解释一下哦。就是你听他讲话怎么那么奇怪？这个人到底是听不听得懂人话？前言不接后语，你真的很像是跟正常人讲话，可实际上是轻度智障。就是我这个没有骂他，你有接到过，你有跟这种人讲过电话，你就知道，真的很诡异的人，就是听不懂人话，一直要讲自己讲的，然后刚刚讲的又忘记，然后一直跟你确认确认。总之啊，你心里就会泛起一个警报，就是哦怪人哦怪人哦，这个就是怪人哦，逻辑很奇怪，怪人哦，那你就不要管了哦，你就不要管了。总之就是说，他跟你讲电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怪，之后带看你是想要怎么样。我们在出租房的时候，哈，就是电话第一关过滤，真的我会这样哦。然后在电话里面会故意问东问西闲聊一下，我就是要套，我也不是说在电话中要套出他的年收入或是他做什么工作都没有，我就是要看说这个人讲话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那个不 OK 的人哦，我这样讲你也没感觉哦，我学一个给你看哦，这个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接到电话。哦，然后他就说，喂喂喂，就声音就这样哦，哦，喂喂喂喂喂，哎，请问那个先生，那个你591那个有在出租吗？我说哦，对对对对，啊，你看的是哪一间？因为591不止租一个哦。他说哦，我看的是那个叉叉叉，他哪一间哦？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那你是想要看房子吗？哦，然后他就说哦，那请问租出去了没有？哦，那还没有租出去的话，我可不可以去看？那如果我去看的话，你可不可以配合我一个时间什么？我还在讲哦，我在讲我的，哎，请问您呢？然后他就自顾自的讲他的东西，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不给插嘴。我就说哦，那你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好，怪人就怪出来了哦。他怎么样？他就说我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哦？哦，那我要想一下哦。好，那我想一下哦，我礼拜二要去哪边哪边要去，他就在讲他的事情哦，然后应该会弄一整天。我礼拜三早上要去哪里，然后怎样怎样哦，那我礼拜三下午晚上我不知道回不回来，我礼拜四哦，我就觉得很诡异。你一般你在跟人家沟通，你不会这样啊，就是哪天你想一想，你就要讲了，然后他在那边慢慢数，然后也不听我讲话，就是数他的行程。我就说哦，那我们时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配合哦，啊，不好意思，拜拜，我就把它挂了，就这样。怪人的信号哦，我个人认为是明显的哦，就是明显的，他只要是个怪人，应该你很容易会听得出来，这样才对哦。啊，不然你留言分享一下你遇过怪人的经验哦。哦，应该是相当之精彩啊！这种怪人哦，比例上我个人觉得有点夸张，有点高诶。现在是怎样？就是说，哎，我也不懂，有点高呢。真的，我以前觉得说数十通电话才会遇到一个怪人，没有哦，但5、6通电话就有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怪人哦。我不太懂诶，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怪人怎么泛滥于市面上？我们宁可空租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要随便租给一个怪人，因为到时候你就必须要擦屁股哦，你只会让自己更加麻烦。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房子是有经过整理化妆的哦，跟外面那种阳春房子不一样，所以你是不用担心租不出去，这样才对哦。然后我回头补一下那个 IKEA 哦，IKEA 的小八卦，你们有没有看过 IKEA 开会？哦，好，我知道这样问很奇怪，你们有没有看过 IKEA 开会？哦，就是 IKEA，我们去逛觉得很好玩嘛，它的那些样板间、样品屋什么的弄得好好的嘛，对不对？好，你换一个角度讲，他要把那个样板间打造出来，他要开多少次会议？他内部要开多少次会议才会把那个东西 build 出来哦，去让你看到很多哈、哦。我有一次上班时间就去逛 IKEA，我要买一些材料，然后我去看 IKEA 的时候，他们在开会。他们怎么开？被我看到，我也是觉得很特别，故意在那边东摸西摸摸很久，有没有听他们怎么开？他们就站在那个他们自己打造出来的样品屋前面，然后其他人都是这样手都背着，然后就站着一群人哦，我数了一下15、16个有，在那边听主管讲说这间房间怎么样哦，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今年流行的色调是什么？然后呢，真的是这样子讲，然后一堆人在那边记笔记，这么专业哦？为什么专业？来，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啊，所以再回到我前面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去照抄 IKEA 嘛。请问你能错到哪里去？那个是高手的作业呢，高手那边回家熬夜把作业都写出来，然后就摆在那，你为什么不去抄？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布置出来你会比 IKEA 的还要厉害？IKEA 他们这种做面向大众的生意他做出来的那个格局它的色系它的摆设就是怎样，就是要符合最大众的需求。当然 IKEA 里面你会看到一些风格比较特定但是那一定也会经过设计，不会太过标新立异，它一定是要符合市场中最大多数人的口味，对不对？它才会是 IKEA 如今的地位，不然它又变成一个很有名很漂亮的设计工作坊，然后东西很贵，然后没什么客人就会变成这样。它就是面向大众，所以说你就去直接，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去仿 IKEA 的东西就对了。它的样品屋大概什么色系怎么摆，你大概也是照做，这样就对了。为什么？这是高手的功课啊！人家内部要开多少流程、多少会，他才会发包，才会做出这个东西，然后摆在那边给大众的客人来看。换句话说，那个就是大众向的完美作业范本，你就是抄嘛，就是这样的。他没说不能抄，我就是买跟他一样东西，色系跟他一样东西，我只是我自己做的，不是请他们做的，然后就把它摆一摆，然后这样子就能来个9成像了。好，那我就是高手功课啦，高手功课就很难答错啦，对啊，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当然又会遇到什么？没有，我又不喜欢 IKEA， 那是你的事那是你自己品味的事情，你自己想想看，人家是做大众向的生意然后做出一个东西你不喜欢，那只能说你的口味不是大众向。那么我们房东在出租，我们布置成IKEA，你说你不喜欢，那我们就不租你了，就这样而已，不用在那边 HU 我每次讲到 IKEA， 底下留言那边说什么 IKEA 还好又不好看或什么，那是你的事我们在做房东，我们就是要追求大众向的事情我再强调一次，你就是去追求大众口味就对了，你不要那边来个标新立异，说这样多好多好多好，你会很难找住客你会很难找。这个是你不是开民宿，不是来实现自己理想的，这个是房东房客，这是一个生意我们就是要面对大众。为什么？这样你的潜在租客最多。然后租客说没有，我就不喜欢 IKEA， 那是那个租客的事，是他品味的问题，他可能非常的阳春白雪那是他的事，他自己去找外面，你看看他找不找得到他满意的状况。我跟你讲，一定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能够端出 IKEA 等级的状况，我们已经很厉害了就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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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那讲故事有一个我的频道付费会员叫做小林小林他前不久终于说完成自己的第一件自产，准备收租来当房东，就要每个月租金有进账这样。他一开始也很单纯，他心想说我放在市区位置也不错，随便弄弄应该也会有人要吧。但591放很久都租不出去乏人问津有人来问，但这些人都怪怪的看起来听起来就觉得是三教九流然后在那边乱砍价。后来他去问了几个朋友才知道说，因为他的房子已经屋龄算高然后他的照片里面就看得出来那个瓷砖厨房的瓷砖也凹凸不平甚至还有掉几块他也没去补这样。那个照片里头也看得到厨房的水渍水垢所以对反正女生爱干净的女生应该一看就挑过那人家建议说你这个也要加钱弄一下，装修一下，你至少把油漆重新漆一漆嘛那个厨房的水槽换一换，不要看起来就好像很旧很恶心这样，比较能够拉高租客那个会员一开始还有点不舍就是哇，那我这个花这个装潢的钱下去，我也不知道回不回得来花下去只要租出去，每个月也只能多租几千块。看起来他只要控制得当，应该回本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他就妥协了，他就找师傅来估价，然后一边跟师傅抱怨说不要太华丽干净耐用就好了，花太多钱我怕到租金平不回来师傅就报价，报完价之后他还是觉得说就花这个钱有点肉疼这样。装潢完了看起来真的有差真的有差，整间房间都明亮起来。那他就开始找房客那来看房子的人真的就等级明显高很多，然后数量也增大很多他房租是变贵的结果他说有一个小情侣来同居他们就一开始就问说可不可以弄一个隔间。那我跟我的女朋友都想要自己的空间你看租客就是这样，他有需求他就直接讲，他也不管你怎么样。我们这样一般的房子在出租，他说他想要隔间他就开口，就这样那个小林会员他当然是不要，奇怪，到时候拆了之后你们后来要吵架，你们吵架之后走了之后，我的隔间我现在要租给谁有玩具。然后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像业务的大叔坐下来说隔音好不好，我平常可能会招待朋友聊天到深夜小林马上就脑补我靠那个深夜吵闹邻居抗议这还得了，他就婉拒他。然后后来等到一位在车程大概20分钟附近的那个公司的工程师人话不多但那个眼神非常的诚恳，问的都很震惊的问题，附近吃的多吗？垃圾怎么丢？那个管理费是包含还是不包含那怎么样，然后最后他说他是外派过来，应该要住2-3年希望可以打长约。那小林他听到2-3年就不错嘛至少不用整天担心这个房子空安来或租客突然要走，再加上这个工程师看起来不是，反正就看起来很靠谱以租客来说他快要满分的那种那他就跟他交租约然后签好约以后，他告诉我他的体悟是说，如果房子烂烂的，那愿意来看来租的人也是烂烂的。那他弄一点小整理
哦，就会出现比较正常的租客哦。那他花一点钱，那个不到装潢的等级，那个就是化妆整理、重新油漆，灯把它换成比较明亮哦，然后那个窗帘哦，以前那个大红色、酒红色、猪肝红色的窗帘、衣柜什么的，都把它换一换哦，换起来像是欧风哦或和风，那看起来比较好看哦。哎，那个不只是正常的租，有预算的租客就会跑出来了，那就呼应我说的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哦，口袋里都有钱哦，那他们都想要好东西，那你只要提供了出来，你就赚到他们的钱，就这样，你不用刻意去跪他们哦，他们也在找好东西，我手上就有钱了。放眼这个市场中，要么就烂烂学生阳春套房，那个整理的漂亮的房子贵一点，贵一点，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没差了。那个他还跟我讲说，他租客是一次付1年租金，一次付1年租金哦。对啊，很好吧？我希望你也可以透过正视你自己的房子，认真挑租客哦，不要那边踩到一些8+9或者什么奇怪租客的雷了哦，就这样。因为你踩到，你会来问我阿元怎么办？我的租客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那个每一个都是个案，这个防范于未然哦。你一开始就把这些人都挡掉，真的是永保安康，顺顺利。